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，国家秘密培养她9年，转头进入娱乐圈，如今的她后悔了吗？她是《庆余年》中被称为鸡腿姑娘的演员李沁，也是出演《楚乔传》中的元淳公主。她的外貌娇美迷人，既甜美又妩媚，因此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，在娱乐圈大获成功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李沁最初并非专业演员，而是昆曲传承者。她的昆曲技艺是国家秘密培养了她9年的，然而她却放弃了多年的成果，改行进入了娱乐圈。李沁为何会突然改行呢？她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昆曲，转而涉足娱乐圈这个充满纷争的领域，这对她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呢？昆曲小传人，苏州是李沁的家乡，同时也是昆曲的发源地。在江南水乡，可以听到吴侬软语。正是因为这种浓厚的昆曲学习氛围，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昆曲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。她11岁那年，也就是2001年，父母把她送进了镇上的一所小学戏曲兴趣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李沁学到了许多基本的戏曲技能。1年过去了，她已经12岁了。她意识到自己对这部剧特别喜爱，她请求妈妈继续支持她学戏曲，承诺这不会影响她的学业，以便她能够继续学习戏曲。她的辛勤付出迅速获得了回报。在2003年，李沁参与了一场戏曲晚会，她在那场晚会上表现出色，甚至连老师都不禁感叹，这位女孩戏龄虽然不大，但艺龄确实不小，潜力无限。之后，李沁参加了大量昆曲演出，并在各种比赛中屡获殊荣。她曾在戏剧《沙家浜》中扮演阿庆嫂，在越剧《梁祝》18相送中饰演祝英台，同时也在昆剧《牡丹亭》《游园》中出演杜丽娘的角色。天大如斯，何须良辰美景？又有谁家院萦绕着赏心乐事呢？大家对《牡丹亭》中杜丽娘所说的这句话应该并不陌生。李沁以活灵活现的表演，将荡气回肠、哀怨婉转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成为了这个杜丽娘的最佳诠释者。每位观者都深受感动，仿佛他们并非在观赏戏剧，而是亲身置身其中。她凭借《牡丹亭》《游园》获得了少儿戏曲类节目的金花奖，更是备受赞誉。毫无疑问，李沁既努力又幸运，在她的求学之路上，父母一直特别支持她的梦想和选择，而且还有名师相伴她学习昆曲。李沁于2004年进入上海戏校，专攻昆曲表演艺术。在那段时期，她还得到了上海昆剧学院院长蔡正仁的赏识，成为了该院第5代杜丽娘。蔡院长表示，我一定要培养这位具有优秀潜质的昆曲新秀。蔡院长不负众望，果断兑现承诺。在众人的支持和期待下，李沁顺利地加入了昆剧5班，进入了更好的学习平台。这个班级可不容小觑，在昆曲界可谓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一旦踏入这个班级，你就像获得了顺利通过的通行证，可以畅通无阻的前行。我们普通人也许需要经历小升初考试、中考、高考，最终才有机会上大学。这个班级与众不同，你可以从初中一直读到大学，也就是说，国家投入了整整10年的金钱和人力来培养你们。这个机会名额十分宝贵，不仅有着优厚的待遇和全免学费，更难得的是，它每10年才出现一次。李沁很幸运，能够获得这个名额。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，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李沁曾以为自己的生活会在不断上演的昆曲表演中延续下去，然而没人能预料到一次突如其来的邀约将会改变一切。拍《红楼梦》走红。2008年，
李沁还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攻读学业。因为偶然的机缘，《红楼梦》剧组和导演李少红开始关注了这个机会。作为《红楼梦》的导演，李少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，因为大家对这部名著已经非常熟悉。将纸质书籍改编成电视剧时，不可忽略的经典之作就是《红楼梦》这部老版珠玉在前的文学巨著。创作一部优秀而独特的新剧，再次站在前人基础之上，可谓是相当困难的。李少红在选择主角时花费了很长时间，对于林黛玉、贾宝玉和薛宝钗这3位主角的确定，令他思索良久。薛宝钗这位名门闺秀，究竟应该由谁来演才最为合适呢？特别是在导演陷入深思熟虑的时候，他与李沁相遇了。少女已经长大成人，她的气质非常出众，既庄重又得体。在长时间的戏剧训练中，她的形体和歌唱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然而，要说服李沁出演这部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当时她已经初具昆曲功底，她承担起了昆曲复兴的重任。这样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，不应该浪费在拍戏上。李少红导演为此甚至亲自前往了李沁的家乡巴城，他真的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。导演首先联系了李沁的学院和老师们，可预料之外的是，老师们坚定地予以了拒绝。与李沁的父母商量后，他们也未同意。李少红曾认为这次机会已经渺茫，但没想到李沁竟然对扮演薛宝钗这个角色很感兴趣，并表示想要尝试一下。尽管李沁的父母仍然持有不同意见，但在导演李少红和李沁的坚持下，最终他们决定让李沁加入剧组，女儿也没有熬过他们。李沁出演了《红楼梦》中薛宝钗少年时期的角色，她是金陵12钗之一。谁能想到这次意外的《红楼梦》拍摄之旅竟成了李沁人生中全新的起点。李沁在开始拍戏时感到非常生疏，因为演戏和唱昆曲完全是2个不同领域。李沁不仅聪慧，而且学习也很出色。凭借多年对昆曲的精湛技艺，他成功地将薛宝钗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不仅外貌神似，就连举手投足也透露着薛宝钗的独特韵味。李导演的选角眼光被事实证明是非常独到的。李沁扮演薛宝钗时，或许是巧笑艳艳，或者端庄大方，但无论如何都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他最终凭借这个角色走红，从此他的人生也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，改行拍戏。在这段拍戏的日子里，李沁积累了许多新的知识，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。李沁在不懂到懂的过程中完善了自我，并且获得了极大的快乐。李沁深深地着迷于这种展现自己的方式，这是在接触表演之后产生的。他内心犹豫不定，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离开昆曲，转行进入娱乐圈。李沁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，提前离开了学校，然后转身踏上了闯荡的旅程。然而，娱乐圈显然并非容易打入的地方，这里充斥着美人、努力者和天赋异禀者。李沁的演艺事业并不如学习昆曲那般顺利，这一点显而易见。他在改行演戏后，出演了很多部戏，但都未能使他走红。比如像《神奇侠侣》这样的影视作品，还有《将军日记》以及《花开半夏》等。在娱乐圈里，有许多电视剧甚至连名字都未曾被你听说过，而你却只能一直演配角或者龙套角色，默默无闻地待在那里，不温不火。李沁历经岁月之长，从18岁的少女一路走到将近30岁，却仍未迎来事业上的爆发。她难道真的就不适合演戏吗？或许李沁曾怀疑过自己的实力，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心灰意冷放弃。正是因为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，李沁才得以迎来了她演艺生涯的转折点，坐在冷板凳上时坚定不移。
他终于在2013年凭借出演《璀璨人生》一剧获得了广泛关注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他在这部戏中的表演生动逼真，激起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。他的事业之后就如同开启了无敌模式一般，为演艺界开辟了全新的篇章。还记得《楚乔传》开头那个刁蛮可爱的圆唇小公主吗？她围着燕洵转来转去，心中满是对她的憧憬。李沁扮演的圆唇小公主天真无邪，纯洁无瑕，同时又显得冷漠。然而，这段天真可爱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，因为国家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，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居然是她深爱的人。这也迫使圆唇公主开始走上黑化之路。她经历了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傻白甜小公主形象，逐渐转变成内心强大坚毅的亡国公主形象。李沁的演技真的很出色，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演绎这两种极端形象，将爱恨交织的情感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。她的出色演技引起了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强烈情感共鸣，因此李沁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。2018年，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在《白鹿原》和《建军大业》等影视作品中获得了广泛赞誉。她曾被提名为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角，并获得了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入围资格。李沁已经拿了很多奖，她不再是以前默默无闻的小明星了，现在舞台上的聚光灯都照着她，她终于获得了成功。听从内心的选择，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遗憾，一个潜力巨大的昆曲学习者，却没有珍惜国家的精心培养，而是选择了进入娱乐圈，这实在是一种浪费。尽管外界一直有不看好的声音，可是他一直没有放弃演戏这条路。显然李沁自己并不认同这种看法，即使要到将近30岁才出圈。李沁明白，他的进步和最终的表现显然比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。没有聚光灯又怎样？不能成为主角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是他热爱的事情，无论何时都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。学习昆曲亦如此，因为深知热爱可以抵消漫长岁月。李沁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尽力做到最好，这点毋庸置疑。虽然他在《如懿传》和《白鹿原》中扮演角色，并非主角，也未能引起太多人的关注。即使是扮演配角，他也全身心投入，尽力展现自己的才华，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认为，只要能成功地扮演角色，赢得观众的认可，那就是他的成就。他就算取得了成功，演员在演戏时，并不分主次，也不论好坏，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诠释角色，赢得观众的认可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就。因此，自从他踏入娱乐圈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与后悔这个词毫不相干。常常有人需要承担选择所带来的代价，即使相对来说，成为昆曲演员可能更容易，但在人生中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却是非常难得的。如果错过了这样的机会，将来一定会感到遗憾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为何不尽情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呢？毕竟无论如何都得过活。李沁认为，他从未真正抛弃过昆曲，这是他的观点。他从小学习的舞蹈技巧和基本功，如今在表演中得到了充分展现。这些技能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身体里，他一直都没有丢弃过他们。结语：李沁能够成功，从昆曲到演戏，隔行如隔山，原因何在？倾听内心的决定，培养自我，充分发挥每个角色的扮演。他卓越的表演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从小就专注于戏剧学习，并在封闭的环境中不断磨练自我，这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呈现角色的内涵。他会生气也并不奇怪，毕竟如果他不生气，那还能有谁生气呢？